秦风，你以为你装傻充愣就能躲过去？我这是穿越了。秦风，我最后说一遍，退婚。开局退婚，这剧情我熟啊。哼，如烟呐，我们两家是3代世交，这婚约啊，更是你祖父亲自定的，岂能由你一句话说退就能退的吗？秦叶，我年方18，已是炼气8层，反观你儿子，连炼气1层都没达到。你这般废物，他配得上我这天之娇女吗？半月之后，青云宗便会举办封圣大典，当众封我为宗门圣女。秦风，你这废物，还是趁早死了与我成婚的心思吧。退婚加废柴，标准的主角模板啊。这个时候我的金手指也应该到账了吧？天道契约系统绑定成功，检测到天命婚约即将被解除，违约方需向受害方赔付半数修为作为补偿。契约系统违约要赔修为，我这是要被退婚，那我不就是妥妥的受害者？哈哈，天助我也，看我反手拿捏！柳如烟，你当真要执意退婚？你可知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？闭嘴！你一个连炼气1层都摸不到门槛的废物，也配提末期少年穷，简直可笑！这婚你不退也得退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检测到天命婚约已正式解除，判定违约方柳如烟，宿主作为受害方，剥夺柳如烟半数修为作为补偿。恭喜宿主，修为突破炼气4层。这就炼气4层了，系统爸爸，我爱你！你怎么还没走啊？都已经退婚了，难不成还想留在这儿蹭顿饭？赶紧滚！我的修为怎么直接从炼气8层跌到了4层？难道是修炼出了岔子？不行，我得立刻回家请医师检查。秦风，今日之辱我记下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父亲，风儿，为父能护你一时，却不能护你一世。既然这婚约退了，那你就去青云宗当个炼丹学徒吧。若是日后能成为炼丹师，那也算是安生立命了。检测到青云宗炼丹学徒契约，违约方将赔付1半炼丹经验于守约方。也就是说，若是我被开除，就能分到违约者的1半炼丹经验，而我本身就不会炼丹，就算违约也没有惩罚。父亲，这炼丹学徒的活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，儿子非去不可。都在这删了半个月的炼丹炉了，压根没有找茬的机会，这怎么让人开除得到炼丹经验呀？都忙着呢。小玉啊，这吃养草要捣得再细些，药力才能完全释放。来，让师叔手把手的教你。小爷正愁找不到机会找茬呢，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小爷可就不客气了。老登，放开那个女孩！秦风，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你公然调戏门下弟子，不叫你老登，叫你什么老杂毛吗？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除非你开除我，只要我在一天，你就休想调戏宗门女弟子。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除非你开除我，否则只要有我在这一天，你就休想调戏宗门女弟子。你放！师傅，你何等身份？与人争辩有失身份，交给我来处理，我定让这小子好看。公道自在人心，老夫不屑与你争辩。哼！站住！新来的，我师傅也是你能招惹的，立刻跪下磕头道歉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也配让我跪下？呸！操你妈！给我死！混！就这？什么？我这崩破拳，就算是炼气4层都不敢硬接。你哪这么多废话？是不是给你脸了呀？啊！秦风，
你以下犯上，污蔑师长，残害同门，你可治罪？我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何罪之有啊？有胆你就开除我！想让我向尔等恶势力低头，绝无可能。开除你一个走后门的垃圾，还需要什么胆子？哼，那你就开除我啊！真当老子是吓大的不成？那你就开除我啊！真当老子是吓大的不成？既然你想死，老夫成全你。秦风，你以下犯上，污蔑师长，打伤同门。本丹师以炼丹坊执事之名剥夺你炼丹学徒身份，逐出宗门。检测到炼丹学徒契约被单方面解除，触发大道契约法判定机制，违约人许明海不仅单方面解除契约，还将宿主逐出宗门。严重违约，赔偿翻倍，剥夺许明海全部炼丹经验，补偿给宿主。恭喜宿主成为2品炼丹师啊！还有意外之喜，看来让对方严重违规才是天道契约系统的真正用法呀！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像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？哎，不管了，先将这个贼子擒下再说。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？一群废物，还不快把他拿下！慢着！怎么，事到临头，想要求饶了？我告诉你，秦风，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求饶？你也配？你若真有几分炼丹本事，敢与我赌斗一场吗？我若输了，当场自刎，你敢还是不敢？跟我赌斗炼丹？秦风，你是不是被吓疯了？一个连丹炉都没摸过的废物，也配跟我提赌斗二字？行不行？试过便知。许丹师，莫非你是怕？好。老夫就陪你玩玩，不过你要是输了，我也不杀你，我要阉了你，让你在这炼丹炉内做一辈子端屎端尿的奴才。检测到宿主与他人缔结炼丹赌斗契约，此契约受大道契约法约束，违约方将赔偿自身全部修为于守约方。老匹夫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卢杞，装模作样的跳梁小丑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？卢杞，怎么可能？给我吃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怎么突然忘记怎么炼丹了？许丹师这是在干嘛？连控炉都不稳，这副手忙脚乱的样子，怎么跟刚入门炼丹的菜鸟似的？你赌个屁！许丹师这是故意的。你看秦风那阵仗摆得挺大，说白了就是个样子货。许丹师这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他，花里胡哨是没用的。成了。丹成上品。许明海，你的丹药呢？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。肯定是你这个小杂种，施了妖法盗取了我的炼丹技艺。许明海，到现在了你还在执迷不悟，这世上哪有夺人丹道的妖术？你已经输了，按照赌约，现在你就该自废修为，爬出山门了。不可能，你作弊，你定是用了邪术，我要杀了你！炼丹赌斗契约存在违约情形，触发大道契约法判定机制，契约人许明海剥夺全身修为，转化为对宿主的补偿。恭喜宿主秦风修为突破，晋级炼气8层。放肆！本座在殿中便察觉丹房灵力紊乱，原来是有人在此私斗赌丹，成何体统？凤主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这秦风施诈夺我丹术，还欲害我性命。此丹是你所炼？正是弟子方才所炼。不错，丹纹清晰，药香凝实，确是上品血灵丹。你说他使诈，可有证据？他之前根本就不会炼丹，怎么可能突然就……输便是输，你既与他立下赌约，又当众出手偷袭，还有何颜面在此狡辩？你既赢了许明海，那这甲字炼丹室的执事便由你接替，如何？长风主，当执事可以，但好处呢，总不能让我白白操劳吧？自然，身为丹房执事，可凭令牌调用丹道封库房内大部分药材与资源，而后日便是宗门封圣大典，新任圣子圣女会依礼向诸位前辈执事敬茶，届时你随意赏赐些丹药，便是一份香火情谊。怎么样？这等好处可还入得了你的眼？封圣大典
柳如烟成了圣女，岂不是要亲自给我奉茶？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啊！这机会简直妙极了。好，这执事我当定了。恭喜方师兄，恭喜柳师姐！今日之后，二位便是我青云宗圣子圣女，宗门未来尽在二位手中。正是，而且方师兄和柳师姐感情深厚，日后必是一对神仙眷侣。多谢各位师弟师妹。听闻柳师姐在凡俗有婚约，那未婚夫秦风似乎都追到青云宗来了，现在好像在丹道峰当学徒来着。休要再提此人了，我与此人已经退婚了。我的心里呢，只有方师兄，只有方师兄这种人中龙凤，才能配得上我柳如烟。如烟师妹过誉了，往后你我同心，共赴宗门。天作之合，佳偶天成。秦风，你这废物，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啊？你以为混进了观礼人群就可以鱼目混珠了？这里皆是宗门精英与长辈，就凭你一个被退婚的废物，也配参加丰盛大典？赶快给我滚！哎呀，本来呢是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，结果换来的却是疏远。不装了，我摊牌了，我就是丹房执事。不可能，你偷的，这肯定是你偷的。诸位长老，此人名叫秦风，乃是弟子我已退婚的废物未婚夫。此人修为浅薄，品行低劣，他不知以何手段窃取执事令牌，混入大典，企图冒充宗门执事，玷污圣典，还请各位宗主与长老立刻将其拿下，废除修为，逐出山门，以正视听。柳如烟，你说秦风窃取执事令牌，可有凭据？他半月前入门时不过是个炼丹学徒，毫无根基，怎么可能一跃成为执事？这令牌若非偷盗，那是从何而来的呢？风主啊，这件事我先处理，我若是解决不了，您再出面。柳如烟，既然你这么笃定说我这令牌是偷来的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你想打什么赌？就赌这个令牌的来历。如果这令牌不是我偷来的，你便当众跪下给我道歉，大喊3声大爷来玩呀！反之亦然，如何？你要是不敢赌，就证明你是在污蔑我。干啥事儿？看看，哎呦，赌就赌，我就不信你是丹房执事。检测到宿主与他人缔结执事证明赌斗契约，此契约受大道契约法约束，违约方将下至瘫痪，要赎无依，并赔偿未来所有神法经验。既是赌斗，你呢便睁大眼睛看好了。见过秦执事。不错，有赏，把手伸出来。这些凝气丹你们拿去分，好好修炼，莫要辜负了本执事的期望。多谢秦执事，秦执事大气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是执事？你们定然是被他收买，串通好了来演戏骗我。秦师弟若真是丹房执事，为何我等从未在执事名录上见过你的名字？没错，你们可知冒充执事是何等大罪？一旦坐实，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都是轻的。你们就不怕被秦风牵连一并受罚吗？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柳师姐，你虽然即将成为圣女，但秦执事的身份也不是你有资格质疑的。我等亲耳听见长风主任命他为执事，难道还有假不成？就是，柳师姐，就算你与秦执事退了婚，但该有的情分还是要有的吧？你处处针对他，见不得他好，这般狭隘心性，如何担得起我青云宗圣女的名头？不可能，这绝对是假的！你必须要跟我去见长老，我们当面对质。哎，真是冥顽不灵，无可救药。长风主，还请您为我证明，免得有些人在此混淆视听，污了宗门清誉。秦风接任甲字炼丹室执事一事，由本座亲自定夺，程序合规，名录已录。柳如烟，你可还有疑问？如何呀，柳圣女？现在该跪下磕头了吧？我方才只是一时情急，并非真要与你赌这等荒唐之事。而且今日是我受封大典，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秦师弟，闭嘴吧你！
先前你不知道我的身份，你唤我师弟，我不挑你理。如今你既知晓我是丹房执事，该怎么称呼，就不用我教你了吧。弟子方圆，见过秦执事，还请秦执事高抬贵手。如烟即刻便要受封圣女，她的颜面便是宗门的颜面。此事若能就此作罢，我方某愿欠秦执事一个人情。方圆，赌约是他亲口应的，全场都听见了。如今输了便想赖账，难道我们青云宗的圣女竟是这等言而无信、出尔反尔之辈？你莫要欺人太甚。今日我若真跪，那宗门颜面何存？哈哈，你的面子是面子，契约就不是契约了。检测到执事证明赌斗契约存在违约意向，契约人柳如烟试图拒绝履行契约义务，已触发大盗契约法预警。若时期内仍未履行，将执行惩罚，下至瘫痪药石无医，并赔偿未来所有身法经验。10、9、8，我就不跪，你能奈我何？3、2、1，惩罚执行。我的腿，我的腿怎么站不起来了？赔偿开始。恭喜宿主获得步步生莲圆满级身法。步步生莲圆满级身法，如烟，我怎么看你越来越喜欢呀？哎呦，不是说不跪吗？怎么现在五体投地的？我的腿，你对我的腿做了什么？方圆师兄，救我！如烟师妹，你这是……我的腿好疼！清风，你用了什么邪术？哎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我可连他一片衣角都没碰过，他自己忽然就软了。柳如烟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这该不会是遭了天谴吧？我来看看。气血经络无异状，亦无中毒或外力损伤迹象。下肢百骸窍穴依旧贯通无阻，却难以行动。此象非寻常手段可为。封主，求您救救我！一定是秦风搞的鬼！赌约是你应的，赖账是你选的，现在站不起来，与我何干啊？难道你每做一件亏心事都要怪在我头上？今日大家有目共睹，我秦风只是按约讨个公道，至于他为何忽然腿脚不便，这恐怕得问他自己，是不是亏心太过，连身子都承不住这份重量。方主，诸位长老，热闹呢我已经看完了，弟子先行告退了。经络无损，气血未亏，更无邪气侵入之象。此症老身行医200余年，未曾得见，似非伤病，反类天道之称。要什么？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？如烟他不能一直这样吧？肉身无恙，而行止之能尽失，寻常真实丹药，只怕效力难及。我此生便只能这般躺着了吗？像一滩烂泥一般，让人耻笑。若只求重新站立行走，倒有一线可能，只是此法近乎取巧，并非根治。请长老明示，无论何种代价。3日后，川阳方氏将举办炼丹大赛，胜者头奖便是一枚4品凝石丹。此丹珍贵，能助炼气期修士提前凝练一缕神识。若得此丹，或可平神时强行御使双腿如遇外物，得以行走。炼丹大赛，可我与如烟既不通丹道啊！不，必须拿到！我要站着看那个性情的废物跪在我面前悔恨，我要将他给予我的羞辱100倍奉还。柳圣女，此丹唯有胜者可得，你2人若不通炼丹，则需另得强援，或另辟蹊径。方氏龙蛇混杂，规矩之外亦有手段。
多谢长老指点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这凝石丹我志在必得。我绝不能以这副残躯一辈子活在秦风的阴影之下。路已指明，其中险阻你等自知。秦风，你给我等着，待我重新站起之日，便是你万劫不复之时。练得身形似鹤行，千株松下两寒经。我来问道无余说，云在青天水在平。丹文自生，药性圆满，这2品炼丹术算是彻底拿捏了。秦执事，长风主，好雅兴，好手段。前脚刚让我宗圣女遭天谴贪地，后脚便能再次吟风弄月，丹成上品，这份定力非常人可及。长风主，你也看到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连柳圣女衣角都未沾，如何能让柳圣女瘫痪？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公道，盯着那些言而无信之人呢。好一个自有公道！罢了，赌约是他应的，后果也自该他担。本座今日前来，并非为此。哦，能让风主亲自一步，想必不是小事啊。3日后，川阳方氏炼丹大赛，我要你代表青云宗出战，拿下魁首。代表宗门出战，对我来说是份荣幸。只不过，魁首奖励归你个人所有，同时宗门划拨方式中一间上等丹药铺，归你全权经营。铺内所需常规材料，可按宗内成本价支取。修仙界说到底仍是财履法地，这丹药铺便是立身之基，生财之源。有了它，才算真正在此界扎根下来。好，不过店铺的位置需我自选，另契约需写明自主经营，宗门不得无故干涉。好，炼丹大赛我接了。检测到宿主与他人达成炼丹大赛夺冠契约，此契约受大道契约法约束，如有违约，违约方将受到惩罚。契约完成后，系统版本迭代，我的规则才是规则。我的规则，这个意思是说我制定规则，别人必须遵守。长风主，3日之后你静候佳音便是。只是不知宗门对我的期待，是想让我一举夺魁呢，还是碾压全场？本座更喜欢后者。好。青云宗这次派的是谁？怎么没见过？好像是新晋的丹房执事，叫秦风。听说前几日青云宗封圣大典上，他把自家圣女都给弄瘫了，不好惹，不好惹。秦风，你竟真敢来！这不是方小子吗？怎么你也来参赛呀？我记得你连丹炉有几个角都分不清吧？你小娃娃，口气不小！青云宗是不是没人了？派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来送菜，接招吧，小子！检测到恶意攻击，影响炼丹大会夺冠契约，触发大道契约法自卫反制条款，已自动将毒杀反弹，并标记施法者是古老人为恶意攻击方。贪吃反弹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老人家年纪大了就少玩这些阴的，容易反噬。真是后生可畏呀！是。43刻到，川阳坊市第23届炼丹大赛现在开始。第1轮辩才淬晶，从混杂药材中分离出玉髓枝、火云草、寒檀露3味主材，纯度不足70%者淘汰。限时1炷香，即刻开始。不愧是夺冠热门，这手法简直神乎其技呀！那个青云宗的怎么不动？吓傻了？若是觉得力有不逮，别认输吧，毕竟谁不知道你是个废物。跳梁小丑，看我的吧！许明海的分药之法虽然高明，但太过普通，经我这么一改良，才更符合我的逼格。过去！老人家，虫子爬得再快，
也比不上心思转得快。哼！第一轮结束，淘汰17人，剩下32人，准备进行第二轮。第二轮，寒焰凝丹，以寒属性火焰炼制冰心丹，成丹品质低于中品或炸炉者淘汰。炸了炸了，又炸了！炼丹嘛，得慢慢来。冰心丹的关键在于外寒内温，用寒焰锁住药力，在内部维持一丝不散的温性灵机。此丹也许是许明海的拿手好戏，现在我闭着眼睛都能炼出上品。情况不妙，看来我得用那招了。是毒气，是毒气，真卑鄙呀！真卑鄙呀！默契之毒撞坏炼丹是心神与控制力。秦风，你可不比石鼓老人经验老道，这次我看你怎么躲。检测到外界恶意干扰，影响夺冠契约履行，触发大盗契约法防护与反制条款。恶意干扰源末期构成严重违规，剥夺全部毒道修为，转化为对宿主的补偿。明白，我现在就控制那毒物。怎么回事？收！你！参赛者末期暴毙，失败，其他参赛者继续炼丹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是秦风死吗？这默契真是个废物。这秦风手段不凡，你却故意隐瞒，是想让老夫阴沟里翻船吗？这单老夫不接了。可我明明已经付给你灵石了。那是你隐瞒秦风能力应当做出的补偿。不过想让老夫继续这单也不是不可以。得加钱。好，只要你能杀了他，还能让我拿到凝石丹，我会给你想要的。上品冰心丹，搞定。第二轮比赛结束，晋级16人，休整一炷香后进行第3轮，自由承担。自由承担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往年这一轮可都有人尝试冲击3品丹药。黑崖洞的那位尸骨老人，据说10年前就是2品巅峰，这次怕是要一举突破3品。青云宗那小子倒是运气不错，前2轮都过了。不过这自由承担全凭真本事，看他还能不能继续装下去。前辈，这3轮了，绝不能让他多亏。凝石丹我必须拿到。急什么？自由承担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在他丹成关键之时，老夫便以碎魂饮轻轻一触，丹毁人亡不过瞬间。届时凝石丹自然是你的。有劳前辈了，事成之后另有重谢。休整时间结束，第3轮自由承担，时限1个时辰，最终以承担等级、品质综合评定魁首。若等级相同，则品质高者胜。比赛现在开始。3品毒丹，辅心石骨丹。小子能死在此丹炼成前夕，也是你的造化了。看着要下狠手了。前2轮靠的都是许明海的经验和系统反制，这第3轮该试试自己的斤两了。2品丹药想赢尸骨老人恐怕不够，3品丹药冰火融灵丹能调和冰火双重灵力，助修炼冰火双属性功法的修士突破瓶颈，就练它了。3品丹药对灵力操控、身势微操的要求太高了，火候和时机偏差一丝，药性就废，难呐！就是现在，冰火交汇，以身势为引，灵力为敲，融！不好，要失控！碎魂饮，去！
这打起来了！检测到致命恶意攻击，攻击者尸骨老人意图彻底破坏炼丹大赛夺冠契约，剥夺违约方尸骨老人未来所有炼丹经验，转化为对宿主的补偿。我的丹道基业怎么在消散？这怎么回事？不！原来如此，冰火相融，非强压，而在于引导。以柔克刚，以玄化冲，我懂了。融。夺我丹道，这是什么写法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别乱说。我的丹道境界可全凭我自身努力呀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看好了。丹成，3品丹药冰火融灵丹成。3品，他居然真的练成了3品丹药。尸骨老人那边顶中毫无动静，他失败了。我宣布，青云宗秦风承担3品冰火融灵丹，品质上品。黑崖洞尸骨老人炼丹中途失败，淘汰。秦风，老夫与你不死不休。凝实丹没了，如烟他站不起来了。果然呐，敌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源泉。柳如烟，这份大礼，你可还满意吗？您该吃药了，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泥石丹呢？尸骨老人那个老废物呢？尸骨老人炼丹中途失败，遭到了反噬，已遁走。秦风他练成了3品丹药，夺了魁首。3品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柳如烟，堂堂青云宗圣女，就要一辈子瘫在这床上，眼睁睁地看着秦风那个废物风光无限。方圆，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的。如烟，还有一法。说。药鼎长老曾言，若能10万大山中找到9转还阳草，配合宗门秘法吞服，便可借力突破筑基。那时你便能修炼出神识，恢复行动能力。立刻带我去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也要站起来，亲手把秦风踩在脚下。可是这10万大山，危机四伏，不知你这身体……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死在找药的路上。我不能像现在这样瘫在床上，当一个活死人。方圆，你若还念在我们以往的情分，那你就帮我这一次吧。好，我就算拼命，也会为你取来9转还阳草。娘有救了，这株9转还阳草定能治好娘的寒毒。9转还阳草，方圆，快！小兄弟，这株药草我们急需，你开个价，临时金银皆可商量。不卖，这是我娘救命的药。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抢了便是。稍安勿躁，我乃青云宗圣子方圆，此草对我2人至关重要。你若让与我们，我可引荐你入青云宗外门，从此踏上仙途，岂不比一株草药更有价值？青云宗就能抢别人的东西吗？这草是我先找到的，是我的。你们要是再逼我，等我出了这10万大山，就去青云宗告你们。告我们？你以为你能活着走出去？方圆，杀了他，药草拿走，尸体扔入妖兽巢穴，一了百了。如烟，他只是个孩子。孩子？当我路的人都得死。方圆，你忘了吗？你不是说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动手啊！难道你想看我永远瘫在这椅子上，被秦风嘲笑一辈子吗？对不住了，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我当是谁呢？在这10万大山里欺负小孩？原来是咱们青云宗高高在上的圣子大人，还有柳圣女。秦风，秦风，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方氏待腻了，出来采点稀有药材，顺便来看看风景。没想到风景没看到，倒看了出强取豪夺、杀人灭口的好戏。小兄弟，药草收好。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无妨。方圣子，你刚才那掌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是青云宗的青云副海掌吧？用来拍一个毫无修为的孩子，真是威风的很呐！清风，你别在这里假惺惺的，这株九转还阳草我必须得拿到。凭什么？凭你贪了，还是凭你们刚才那套不给就抢，抢不过就杀的土匪逻辑？你贪了那是你遭的天谴，现在想靠抢别人的救命药草来站起来继续找我麻烦，你这算盘打的我在青云宗都听见响了。清风，此事与你无关，这株药草对如烟至关重要，今日你若肯行个方便，我方圆记你这个人情。人情？你方圆的人情值几个钱？更何况你们要抢的是这孩子的娘亲的命，在我这儿没有这种方便。小兄弟，你先走，沿着那条小路快些出山。那他们……放心吧，他们还留不住我。多谢前辈。拦住他！哎，方圣子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秦风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架势摆得不错，可惜呀，华而不实。破！方圆，用剑杀了他！青云剑诀，第一式云起龙香。虚张声势，跪下！真是个废物，没用的东西，让我来！好歹朱烟，贪了还能使出这种阴险的暗算招数，滚回去！夺药害命，暗算同门，你们二人倒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今日我便带宗门清理门户。清风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神盾符，开！哎，逃得倒挺快，也罢，下次再见，再连本带利的收回。只是按照您的吩咐，开业所需的100瓶凝气丹和50瓶冰心丹都已经从丹道峰中调拨完毕。这是清单。另外，您让收集的近期方氏丹药行情和各大家族采买偏好，我都已经整理成册。哎呀，效率不错呀，小玉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这丹铺的管事，阅历翻倍，好好干，我不会亏待自己人的。多谢执事提拔，小玉定当尽心竭力。检测到宿主与下属缔结雇佣契约，契约已受大道契约法记录。若雇佣方小玉严重失职或背叛，将剥夺其近期所得全部收益。这系统契约居然连雇佣关系都能纳入，也好，省得我费心防备了。咱们明日开业，不仅要热闹，咱们更要立威。这方氏里盯着咱们的眼睛可不少啊。执事，刘管事派人送来请柬，说是方氏几家大商行联合举办的百珍宴，邀您赴宴，时间就在今晚。百珍宴，无非呀是想探探咱们的底细，想看看这新来的秦执事到底是龙还是虫啊？只是这几家商行背后都是宗门或者是家族势力，常常联手打压新人。您初来乍到，是否……无妨，既然他们想探底，那咱们就给他们看点有趣的。小玉，准备一下，今晚咱们赴宴。对了，把那枚冰火融灵丹给我带上。只是那可是3品丹药，您确定要带上赴宴？当然了，咱们不仅要带着，还得让所有人都见识见识。有些脸只有自己凑上来，那才打得响亮。请。诸位，容我介绍，这位便是青云宗新晋丹房执事，本次炼丹大赛魁首，青云丹铺之主秦风秦执事。秦执事年少有为，赵某佩服。来，
请上座。诸位都是长辈，有什么事直说就好，晚辈秦某就不做了。听闻秦执事在炼丹大赛上炼出了3品丹药，真是后生可畏。不过方氏经营与炼丹不同，讲究的是人脉、信誉，还有规矩。孙掌柜说的是，所以说今天秦某前来就是想与诸位讲讲我青云丹铺的规矩。我们丹铺有3条规矩：第一，丹药品质保真，假一赔10；第二，定制丹药需立契约，材料自备，成单后若反悔，按约赔偿；第三，本店不参与任何价格的同盟，不接受任何恶意压价订单，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保护费。如果有人想试试破坏我的规矩，大可试试。秦执事好大的口气！什么时候我传扬方氏的规矩需要你青云丹铺来定了？秦执事，新人出来还是谦逊些为好，不然若是丹铺入不敷出，可就别怪方氏收了你的铺子了。若是识相，就乖乖的向我道歉认错，并将供货价给我们压到最低，否则我保证你青云丹铺连1个顾客都不会有。我的规矩才叫规矩，若是有人想破坏我的规矩，大可来试试，不就是恶意竞争吗？来啊，我的系统可不是吃素的。小玉，我们走。你。诸位街坊都来看看，青云丹铺尚未开业，便有人拿着他们的凝气丹到我赵氏药铺进行鉴定。经我店3品丹师亲自鉴定，他们的丹药杂质颇多，药效不足50%，长期服用必定损失根基。什么？药效不足50%？这不是害人吗？赵主事，你说的是真是假？秦执事可是炼丹大赛的魁首啊！我赵天豪在这方氏经营30年，何曾说过假话？哼，这瓶丹药就是证据。执事，那瓶子确实是我们丹道峰的制式丹瓶，但我们的丹药昨日才从库房中调出，根本还未出售啊。不急。赵主事，你口口声声说我们青云丹铺出售伪丹，就拿1个瓶子就敢诬陷我，是不是太过于牵强？瓶子是你们的，丹药是从瓶中取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狡辩？秦风，你年纪轻轻就这么黑心，我传扬方氏没有你这种败类。就是这等黑心商铺，赶紧滚出方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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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主事，你既然说我们青云丹铺出售伪丹，那你可否与我打个赌啊？赌什么？就赌此丹的来历。若真的是我们青云丹铺所出，又像你所说的杂质过多，而且药效不足50%，那么我秦风当场自废修为，从此不再踏足丹道。可若此丹并非我们丹铺所出，又或者是你赵天豪故意诬陷，你便赔偿我店铺近3年来所有逾期的收入，并且当众跪下磕头谢罪，边扇耳光边喊我赵天豪猪狗不如，专行诬陷之事啊，如何呀？笑话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还怕你不成？这契约我结了，诸位街坊做个见证。检测到宿主与他人缔结伪丹真伪赌斗契约，此契约受大道契约法约束，违约方将赔付修为1个大境界。赵主事，这就是你说的杂质过多，药效不足50%？不错，我赵氏3品丹师亲自鉴定，绝不会有错。那你的这个3品丹师早就该换了。诸位请看，此丹药除了凝气丹当中主要材料凝露草和聚气果粉末之外，还有毫无药性的灰烬和尘沙。更可笑的是，这当中还掺有朱颜砂。众所周知，这朱颜砂是用于女人胭脂当中的主要材料。赵主事，我们店铺的丹药何时要用朱颜砂为主料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胭脂材料，这造假也太不用心了吧！你胡说，这分明是你丹药的问题。好，你还不承认是吧？那今日我便让你死得明白。
这个丹药才是我们青云丹铺的丹药，纯净无杂，药性饱满。而你这一瓶，小月，拿出咱们丹药库房中的批次印记玉简来。我们库房当中的丹药皆有批次生产的印记与灵力编码，与这瓶子当中暗壁刻的防伪灵纹对应，根本无法伪造。诸位请看。这编码都不一样，何来伪造之说呀？赵主事，你还要狡辩吗？这瓶子分明就是你。秦执事，饶命啊！是赵主事给了小的10块零食，让小的随便找些材料做成丸子，装进这偷来的青云宗丹瓶里，来污蔑您的。小的只是一时贪财。哎呀，竟然这样！赵天豪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赵主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该践行你的赌约了。秦执事，方才都是误会。我也是听信了小人的谗言，不过是一时义气。你我同在方氏经营，怎可闹得这般不堪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秦执事今日高抬贵手，他日我一定铭记在心，必有后报。赵主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当你找人拉横幅，当众诬陷我青云丹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得饶人处且饶人？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！赵扒皮这种人惯会欺生，这次踢到铁板了。愿赌服输，赵天豪，别耍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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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赌约？不过随口戏言，你还当真了不成？我赵天豪在这方氏混了30年，就凭你这黄口小儿，还想让我认栽？告诉你，在这川阳方氏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，规矩。老夫说的话就是规矩，今日赌约我就不认，你能奈我何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检测到伪丹真伪赌斗契约，遭到单方面恶意拒绝履行，触发大盗契约法强制执行条款，违约人赵天豪赔偿自身1重大境界修为于宿主。装神弄鬼，老夫。我的修为在跌落！不，快停下来！赵天豪，多谢你的修为，我中计了。凭空剥夺修为，你这是什么奇怪手段？青云宗秦风断不可惹。秦风，你好狠呐！自作孽不可活。诸位街坊，今日之事大家有目共睹。我青云丹铺诚信经营，品质为先，但也绝非软弱可欺之辈。与我秦风做生意，守诚信，守契约，我必以诚相待。可是若有人给我使下三滥的手段，恶意竞争，这就是下场。在我这儿，规矩那就是天。秦风，秦风！费了老夫苦修40载的筑基修为，一朝尽散。那秦风，他根本不是人，是妖孽，是魔鬼。孙掌柜，李夫人，你们可要为我做主，为我报仇啊！哎呀，赵兄，冷静些。此次是你太过轻敌，行事又留了把柄，才落得如此下场。当着全方氏的面赌力斗约，输了还想赖账，赵主事，我看这30年啊，你算是白活了。我哪能知道这小子有那么诡异的手段？那契约好生邪门，仿佛天地规则都站在他那边。契约规则有点意思。这位是尹先生，专擅破解各种禁制之术，是我专程请过来的。尹先生，可有法子对付那秦风的邪门契约？请先生教我，无论付出何等代价，我定让那秦风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坐。天地万物相生相克，既有依托规则之术，就有规避、扭曲，甚至篡改之法。眼下不宜再与他立约赌斗。那该如何是好？
眼睁睁看他做大，把咱们生意都给击垮。我那灵材铺子这个月收成，直接少了30%啊！正面不行，侧面下手。青云丹铺总要炼丹吧？炼丹就需要材料。赵掌柜的意思是断他货源。川阳方氏70%以上的中低阶灵材供应掌握在我们几家手中。高阶灵材虽散，但需求量不大。只要我等联合，不再向青云丹铺出售任何药材，看他如何开炉炼丹。这会不会得罪青云宗啊？秦风毕竟是炼丹房执事啊。青云宗又如何？方氏贸易自由买卖，我们不卖，他们还能强抢不成？长涛峰主就算再护着他，也管不到我方氏贸易的经营自由。不知断货，还可抬价。对外放出风声，就说今年灵材产量骤减，价格普涨50%，但对其他老主顾暗中维持原价，只对青云丹铺涨价3倍。妙啊！这样一来，成本提高了，他的丹药价格必贵，也一定会流失顾客。可若他不买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此法是否会触发那契约反噬啊？商业行为自由定价，未曾立约，何来违约？他那术法再诡异，也管不到市场涨跌，此乃阳谋。好，九一先生，这就联络相熟的几家供应商，孙掌柜、李夫人、王老板，咱们共同进退。为了川阳方氏的规矩，为了咱们30年的根基，为了生意，为了看看他那所谓的规则究竟还能护他几时。干杯！干杯！秦风，看你这次怎么接招！丹铺关门沦为笑柄之时，就是老夫连本带利讨回之日。只是情况不太妙，今天一早，原本约定好今日送达的凝露草、火云叶、寒潭苔等7种常用灵材，全部被供应商以货源不足为由推迟交付，且尚未定新期。只是库房里存量最多的凝露草也只够维持3-5日的炼剂量，其他几种药材更是见底。如果没有灵材，丹炉就要熄火了。是哪几位供应商啊？主要是王继灵材铺、百草阁，还有李家夫人暗中控股的流芳院。方氏内其他几家稍大的灵材商，全部突然对我们提高了报价，涨幅最低3倍。这分明就是串通好了，要掐断我们的脖子。阿莫，你娘的寒毒服了9转还阳草之后，可有好转？回禀恩公，我娘服药后寒气已经散了大半，现在已经能下床走路了。恩公有何差遣，尽管吩咐。阿莫，你常年在10万大山采药，对山中灵材分布可熟悉？熟，闭着眼睛都能摸清好些个大山。凝露草、火云叶、寒潭苔，还有青灵果之类的1、2阶灵材，多吗？多。火云叶在南边赤焰坡，就是有些地方有火蝎守护。恩公，你要是需要，我这就进山去采。若是有稳定的灵材来源，那我们就不怕他们断供抬价了。可是单靠阿木一人采摘，恐怕供应不上我们丹铺的消耗。阿莫，你在10万大山采药，可有其他新的路子？又或者在山脚村落里，可有生活困顿、熟悉山林的农户？有，我们村子里的叔伯都会经常上山采药来补贴家用，就是以往采的药都被王记那些大铺子压价收走，赚不了几个钱。若是恩公能够公道收药，他们肯定乐意前来送药。好，小月，准备一下，从今日起，咱们青云丹铺正式设立灵材直采窗口。只是您的意思是？阿莫，你赶紧回村联络你信得过的采药人，告诉他们，我们青云丹铺从今日起正是以高于市场价均1成的价格收取他们所采的各类灵材，钱现结现清，绝不拖欠。高于市场1成，日结。恩公，您说的都是真的，他们肯定抢着来呀。自然是真的，而你便是这直采窗口的第1位采药管事，而且每收一笔合格的药材，你便可以从中提取半成作为酬劳。
你可能办好啊？能，恩公放心，我一定会办好，绝对不会让假药、次品混进来。只是此法甚妙，这不仅解决了我们的灵财危机，又能帮衬山民，还能打破那些供应商的垄断。我这就去起草收购契约细则，公示于店铺门外。好，公平交易，品质定级，价格透明。另外再加一条，凡是和本店签约长期供药契约的采药人，若需要丹药，便可以在本店享受成本价购买的资格。检测到宿主正在与多人建立契约，自动整合为群体契约。群体契约内的个体受大道契约法保护，违约方将受到气运反噬。哦，系统还挺人性化，这倒是省了不少麻烦。执事思虑周全，这条一出，必能更加凝聚人心。我这就去办。恩公，我这就下山召集人手。好，去吧。断我货源，抬我价格，真当老子是泥捏的吗？姑娘，你看看，今天我刚采的，瞅着灵气可足了。凝露草品相完好，灵气充盈，年份在3年左右，属上品，每斤12块下品灵石。您这约莫8斤半，算你102块灵石。102块？昨日给王记这品相也就7、8块灵石一斤。姑娘，你确定你没算错？李硕，没错。秦执事说了，咱们沁园丹铺收药就是要比市价高1成，童叟无欺，现结现签。来，谢谢。哇，真该这么高，还现结？王记那边可是经常压秤托款啊。看来沁园丹铺是动真格的，要自己搞灵财路子。嘿，这下赵老板他们怕是要傻眼。秦风这小子是不计成本也要砸开局面啊！不行，得赶紧告诉赵主事。秦执事，阿木说要签什么长期契约，家里人来买药便宜，是真的吗？那是自然，契约就在桌子上，只要你签了约，就会成为我们青云丹铺的合作伙伴。日后你与你的父母还有妻子前来买药材，一律按成本价核算。我签。秦风这是什么意思？恶意抬高市价，扰乱方氏灵采行情，这是破坏规矩。赵主事，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我开门做生意，收购药材，何来破坏行情一说？还是咱们这个方式它有规定，不能店铺自行收购药材？秦执事，灵材收购自有行价，你骤然抬价，短期看似惠及这些采药人，实则破坏了平衡，会导致灵材价格虚高，损害的是所有人的利益。没错，此举是与我川阳方氏所有灵财商为敌。年轻人莫要自误啊！自有行价，这行价是你们私底下约定好的行价吧？所谓的平衡，也只是让你们能低廉收购原材料，来赚取更多的暴利。同样品相的凝露草，在我这里能给出采药人多出3倍的价格。而至于那些的暴利，最后流向了谁的口袋？是我秦风在破坏平衡，还是你们在打压那些辛苦上山搏命采药的人呢？至于与所有灵材商为敌，那更是可笑。我青云丹铺的直采窗口，面向的是所有诚信的采药人，公平交易，何敌之有？你这是强词夺理。总之，你这样做就是不行。赵天好，看来我昨日给你的教训还是不够深刻。我的铺子如何经营，轮不到你们来插手。有本事你们也开出更高的价格，更好的条件来跟我公平竞争。若没这个本事，你们打哪儿来就给我打哪儿去。我们走。只是他们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，灵财上卡不住我们，恐怕会想别的阴招。是啊，他们一定会对近期上山采药的人下手。阿莫，恩公，你通知和咱们签约契约的采药人，今日他们上山尽量结伴而行，一定要避开人迹罕至的地方。如有异常，立刻用我给你的传讯符示警。是，恩公，有您这话，大家心里踏实多了。走吧，记住，安全第一。药材咱们可以慢慢采，人不能出事儿。契约的力量不仅可以用来惩罚违约，
更应该用来保护守约之人。赵天豪、孙掌柜，你们若敢把主意打到这些普通人身上，那就准备好承受更猛烈的反噬吧。抬价断货不成，反让那秦风借机收买了那帮泥腿子。坊间现在都在传闻，说我赵氏刻薄说了秦风仁义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那些采药人见识短浅，几块灵石就收买了。不过他们也最是惜命，若进山采药的风险突然就变大了呢。孙掌柜的意思是让山里不太平，何须亲自动手？10万大山本就妖兽盘踞，只需稍加引导，便可让某些区域的妖兽躁动起来，或者让一些杰修恰好知道哪条路上有带着值钱的药材肥羊。好主意，只是秦风那厮实在邪门，如果他察觉到是我们动的手，那以他的手段，此乃乱灵符，激发后可紊乱低阶妖兽心神，令其躁动攻击，效果与自然兽潮无异。至于杰修，只需要放出消息，自有聪明人去行动，无凭无据，他能奈我等如何？无凭无据，他能奈我等如何？哈哈哈哈哈！借刀杀人，祸水东引，尹先生高见。如此一来，采药人伤亡一多，谁还敢为这点灵石替他秦风卖命？他的直采渠道不攻自破。不止如此，届时我们将散布谣言，就说这清丹药铺的生意惹怒了山神，或是秦风此人命格太硬，克死了合作伙伴。这流言一起，谁还敢与他为伍？好，应先生，这乱灵符与散布消息之事就拜托先生，要多少花销尽管开口，我会处理。不过赵主事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，事成之后，我要秦风那间青云丹铺。好，只要能让秦风万劫不复，一切都依先生。阿木啊，幸亏有你举荐呐，跟着秦执事干事，我们的日子以后就有盼头了。看看这才半天功夫啊，干的活就抵过去3天了。是啊，而且心里还踏实。秦执事还专门叮嘱我们要结伴，注意安全啊。那是。恩公人好，咱们也得把事儿办好，药材要采好，安全咱们也得注意。我总觉得今天这林子有点太近了。是风狼，还有铁刺野猪，怎么聚在一起了？他们平时是不在这段雾谷出现的。糟了，这些东西不对劲呢，就像疯了一样。李叔、张伯，你们背靠背，别慌。恩公给了传讯符，我这就……小子，你就别折腾了，这里的动静他是传不出去的。把药材还有灵石都给我交出来，哥俩心情好，兴许能给你们留个全尸。他们是朝着恩公的药材来的。李叔、张伯，一会儿我拖住人和畜生，你们往东边的矮崖跑，那里藤蔓多，能躲。不，阿木，你还是个娃娃。听我的，恩公说了，人比药材重要，而且恩公给了我灵符。找死！动手！找死！动手！这小兔崽子有点东西。好，看我废了他！真的不对劲，这些畜生力气好大呀！阿木，不要管我们，快走！幸好恩公给了护身符，他们才不能近身。是时候加个护甲了，金光护甲。
一个低阶的护身符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我来解决这个修为低的，破了他的金甲，你去杀了这2个老的。好嘞，李叔小心啊！李叔，老李，畜生，我跟你拼了！不要！欺负我的人，问过我没有啊？筑基期，情报有误，快撤，快撤！既然来了，那就别走了。检测到针对宿主契约合作伙伴的恶意袭击与谋杀行为，构成恶性违约，触发大盗契约法连锁追责条款，施暴者将受到区域反噬。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怎么没有了啊？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们伤害这些手无寸铁的村民，有考虑到后果吗？受死吧！不！哎呀，老李！怎么样？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恩公，只是李叔受了点皮外伤。没事，都怪我大意了。不怪你，是我低估了他们的可耻程度，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对一些普通平民下此毒手。看来光是防守是不够的，我们还要让他们知道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。恩公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先疗伤，把药材带回铺子。接下来咱们得亮下自己的底牌。我的规矩立下了，既然他们想尝试硬度，咱们就陪他好好的试一试。赵天豪、孙掌柜还有李夫人为了打压我，竟然利用邪修袭击无辜的普通村民。我没想到他们会用邪符扰乱山林，祸及无辜。这种毫无底线的方式，他们竟然都能做得出来。只是证据确凿，我们是否立刻请方氏执事会，请刘管事和诸位长老前来主持公道？恩公，还有那些被洛灵符引动的妖兽，他们祸害的不止我们，还有其他几队下山采药的人也遭了殃。王大叔他们一队3个人，只逃出来1个。上报执事会，按照明面，他们最多会被罚些零食，禁足一段时间罢了。只是那就任由他们逍遥法外？当然不，在这方式里面，既然触犯了我立下的规矩，那么就一定会受到他们该有的惩处。系统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反制他们？宿主可以引导群体契约，将恶意违约方施加的伤害加倍返还其自身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好，既然他们用阴毒的手段祸害山林，伤及无辜，那就让他们自己也尝尝这份恶果。小月，明日照常开业，丹药的价格咱们再降30%。阿莫，明天通知所有签约采药人，明日5时咱们在丹铺门口集合，我会当众给大家讨个说法。好。好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日秦某邀大家前来，并非是丹药的买卖，而是为了这些辛勤耕作、以命搏食的人讨回一个公道。3日前，我青云丹铺开设直采窗口，与这些采药之人签下契约，
公平交易、互利互助。然而，这些却触犯了某些人的垄断临财、惯于压价剥削的商行主事。他们先是联合断供，抬价不成，便是使出了更加下三滥的手段。他们雇用劫修，劫杀我们采药之人。丧尽天良，为了点生意，竟然害人性命！还我男人命来！你们这些黑心的奸商！赵天豪、孙有才、李媚娘，证据在此，你们还有何话可说？前锋，你伪造证据，污蔑我等，方氏自有法度，岂容你在此煽动民愤？对，这些画面都是你用话术编造出来的幻觉。刘执事，各位执事，请主持公道啊！公道？好啊，那今日我便给你们一个天地可见的公道。检测到宿主启动反噬，其施加于群体契约成员的伤害按比例分贝返还其身。契约之下，善恶有报，尔等所施之恶，今日尽数归还。救我！是妖术！我的根基，我的修为，不！我的腿，救我！救我！这便是契约的反噬。尔等之前数倍的苦难施加在别人身上，今日也将数倍归还于自身。这种滋味，如何呀？刘掌柜，其三人其行可诛，依我之见，应该立即把他们三人逐出川阳方氏，其行为不再配为川阳方氏的商户了。赵天豪、孙有才、李媚娘，你们雇佣凶徒残害坊市百姓，证据确凿，天理难容。现判剥夺三家坊市一切经营资格，逐出坊市，永不得入内。好，快人气啊！从今日起，川阳方氏公平公正、诚信为本，恃强凌弱、陷害他人者，自有业力之报。我青云丹铺愿与大家履行承诺。秦风，秦风，我要他死，我要他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如烟，冷静。那秦风如今在川阳方氏势大，又有诡异的契约之术护身，连赵天豪都……那又如何？难道我们要一辈子困在这山洞里，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？你看看我的腿，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，此仇不报，我柳如烟誓不为人。小娃娃，光靠吼可报不了仇。你不是被秦风的契约反噬了吗？老夫纵横100年，岂没有保命后手？那具肉身毁了便毁了，这缕残魂尚在，倒是你们想报仇吗？想，只要能报仇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。那秦风的契约之力虽看似无解，但老夫观其施展数次，发现一桩关键，请先生指教。他的术法其核心是契约与规则，但规则并不是他一人能定。若能找到位阶更高、更古老的规则承载之物，或许能压制他契约的效力。
古老传承之物，那是什么？在哪里？青云宗镇宗之宝，青云碑。青云碑，那是历代先祖感悟天道、铭刻宗门律法之圣物，唯有宗主和太上长老方可接近。我们如何？青云碑乃上古流传，蕴含一丝天地初开时的规则真意。若能得其认可，或借其之力，或许能暂时屏蔽秦风那诡异契约的判定。那就去拿。方圆，你是圣子，一定有办法靠近那青云碑。青云碑守卫森严，且有阵法禁制，但3日之后是宗门100年一次的洗心祭，届时碑前阵法会暂时开启，供宗门核心弟子感悟。那是唯一的机会。3日时间足够，我有一套秘法，可助你们引动青云碑的一丝规则之力。虽只能使用1次，且时间短暂，但若能抓住时机，足以让秦风的契约之力暂时失效。然后呢？契约失效，可他依旧在筑基巅峰之时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不止，老夫还有一策。你们可知噬魂蛊？噬魂蛊，那不是南疆禁术以修饰神魂为食的邪物吗？正是噬魂蛊，无形无质，专噬神魂。那秦风刚入修行才多久，如何能抵挡此蛊？好一个噬魂蛊！秦风，我要你活着的时候，感到你的神识一点一点被啃食，亲眼看着自己的修为和记忆都变成我的养分，最后像一条野狗一样死去。但据说噬魂蛊极其难培育，且需以施术者神魂精血为引，风险极大。方圆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我们是怎么逃命的？你忘了我的腿是怎么废的？忘了我们在10万大山像老鼠一样逃命？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你说是不帮我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。好，就依先生之言，盗取青云碑之力，培育噬魂蛊。3日之后，洗心祭便是我们动身之时。明智的选择。那么现在便开始吧。第一步，引入青云碑规则，需要你2人的心头精血，以及一缕纯净的怨念做引子。柳丫头，你对秦风的恨够纯吗？恨，我对他只有蚀骨的恨意。先生，你需要多少便取多少吧。哎，很好，如此纯粹的怨毒，正是上好的引子。该你了。好。以恨为引，以血为桥，窃天规一缕，复敌气万条。宁！规则封印符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噬魂蛊。此蛊需以你们2人精血混合，置于极阴之地，吸纳7749时辰的阴煞之气，方能成型。此地深处有一处寒阴潭，正合用。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去！如烟，你的身体死不了。带路，秦风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时光吧。3日后，我会把你在我身上得到的一切1000倍、10000倍的还回去。方氏之事，你处理的不错。赵天豪3人咎由自取，遭业力反噬而亡。如今传扬方氏的灵财渠道，你掌握近30%，也算是站稳脚跟了。多谢封主当日指点，
可是我总是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结束，因为经过我的调查，在这赵天豪的背后，还有一名名为尹先生的人还没有露面，所以我担心这个人背后还有后手。尹先生，此人我略有耳闻，是南疆一带的邪修，精通禁制与咒术，行事隐秘。他若未死，确须提防。不过眼下另有一事，更为要紧。封主请讲。3日后，宗门100年一次的洗心祭将起，按照惯例，各封所有核心弟子及执事以上皆需参礼。于青云碑前观礼感悟，如今你已是丹房执事，亦在名单之列。洗心祭，感悟青云碑。青云碑乃宗门圣物，蕴含一丝上古规则真谛，于碑前静坐，具有洗炼心神、澄澈道心之效。亦偶有弟子从中感悟出独属于自己的术法，此乃机缘。上古规则真谛，我的天道契约系统核心便是规则，若能与青云碑接触，或许对系统对我理解规则之力大有裨益。多谢封主提醒，弟子3日之后定准时前往。此外，方圆与柳如烟回宗了，你们仇怨已深，此次洗心祭人多眼杂，确需多加提防才是。多谢封主提醒，弟子自会留意。你自己心中有数就好，切记青云碑前严禁私斗，一切恩怨除了碑林再论，保重。洗心祭起，众弟子静心凝神，感悟碑文，澄澈内心，勿生杂念。如烟，他入定了。很好，我要亲眼看着他的倚仗崩塌，看着他的神魂被一次一次的吞噬。沉住气，青云碑规则此刻最为外显，正是规则封禁符生效的最佳时机。听我号令，将符力引向秦风，置于噬魂谷。检测到高级规则载体青云碑，蕴含原始天地规则片段，开始进行解析。果然有反应，系统在解析青云碑的规则，这种感觉像是触摸到了某种更根本的秩序本身。就是现在，方圆，祭符。警告！检测到规则干扰力接近宿主，契约相关规则判定暂时屏蔽。什么？成了，他的邪术被封了。方圆，放蛊。噬魂谷，杀了他！亲邪道，诛妖人。秦风，别想再用你的妖术了，现在等待你的只有死。不好，快挡不住了！这是青云碑的规则之力，他在帮我。检测到同源高位规则注入，系统强制休眠状态松动。规则、契约皆为约束，皆为秩序。容，破！看见没？连青云碑都在助我。咱们到底谁是妖魔，谁是正道？洗心祭上竟敢私自暗斗，动用禁术邪蛊。方圆、柳如烟，你们可知罪？宗主，方才那噬魂谷的气息做不了假，二人估计已坠入邪道。邪道？只要能杀了你，就算成魔又如何？方圆，现在他的契约未恢复，上！青云剑，终极剑士，万剑归宗。
可能！我的剑怎么动不了了？来，破！废物，看我的！以残躯为祭，换万魂噬心。秦风，尝尝这百鬼一袭的滋味吧！魑魅魍魉，也敢在规则真意面前放肆！哼！邪祟当中，就浩然正气，涤荡妖氛，散！破！我不甘心，叶先生。规则正气，青云杯竟主动将浩然正气赋予你，不，我不甘心。宗主，此二人在圣祭之上动用禁术邪术，勾结南疆妖人，证据确凿，如何处置？还请宗主定夺。圣此方圆，圣女柳如烟，道仙沦丧，修习禁术，勾结邪祟，暗害同门，罪不可赦。即日起，各处宗门一切身份，废去圣域修为，打入黑风洞底，永世囚禁，以儆效尤。前方，你临危不乱，借青云杯正气破邪，守护宗门清净有功。即日起，晋升为丹道峰副峰主，协助长涛掌管丹道一脉。谢宗主，宗主所说，弟子铭记于心。宗主，此寮残魂虽弱，但记忆深处或有重要线索，我欲对其搜魂，一探究竟。可。如何？峰主，尹先生真名莫隐，乃是南疆血煞宗的重要成员。此宗门近年来活动频繁，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来收集海量怨念与魂力，试图复活一尊被封印在南疆幽冥深处的血煞魔尊。血煞魔尊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若让其得逞，莫说南疆，恐怕整个修真界都将面临一场浩劫。正是。血煞宗行事隐秘，在南疆势力更是盘根错节，甚至可能已经渗透部分正道宗门。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川阳方氏动手，正是看中了川阳方氏人流密集，容易滋生怨念，魂力易收集。此事必须彻查，但血煞宗在南疆一带根基颇深，若宗门大张旗鼓派人去调查，恐打草惊蛇，甚至引发正面冲突。眼下宗门需稳固内部，不宜大动干戈。峰主，让我去。我乃是新晋的副峰主，外界关注度较低，我可以趁机借采购特殊南疆灵材之名前往，潜入内部，暗中调查血煞宗线索。南疆险地，毒瘴遍布，邪修横行，更有诸多诡异禁术，虽武术登峰，但毕竟修为尚在筑基初期，独身前往，风险极大呀。风险与机遇并存。血煞宗既然盯上了我，与其让他们在暗中暗箭伤人，不如我只身前往，一探究竟，深入虎穴。也罢，此行宗门虽表面上不给予支持，但暗地里我会给你一些东西。玉简内是宗门掌握的南疆信息，以及几处隐秘的宗门联络点。此储物袋中有改变容貌气息的符咒，以及蕴含我全力一击的保命剑符，非生死关头勿用。多谢峰主。此外，
南疆有一宗门，名为幽冥宗，虽同属南疆魔门，但宗内亦有正道传承。其前宗主早年曾欠我一份人情，你拿我信物前往，或许能得些助力。幽冥宗，弟子记下了。万事小心，此行以探查为主，莫要轻易涉险。若有不对，立即撤回。宗门需要你。封主放心，弟子定不负所托。来者何人？此乃幽冥宗地界，现在人的速退！青云宗丹道峰副峰主秦风，受长涛峰主所托，直信我前来拜见贵宗宗主。确实我宗客卿信物，你在此稍后，容我等同传。青云宗副宗主长涛那老头的信物嘛，倒是真的。不过，你们这些名门正派，不老是说我们幽冥宗的修炼功法阴森吗？今天怎么屈尊降贵，跑这里来了？姑娘说笑了，道法万千，各有其途。秦某受长峰主所托，特地前来有要事需面见贵宗宗主商议，还望姑娘行个方便。要事？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？再说了，想见我们宗主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们幽冥宗可不是你们这些阿猫阿狗递个牌子就能进的。不过，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让你跟我过2招。如果你能连过5招，我就亲自带你去见宗主。如果你连5招都过不了，说是怂了不敢接招，那就给我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这铁牌嘛，我就当个玩意儿收下了。怎么样，敢不敢？原来是个被宠坏的傲娇丫头，看来不露点本事是进不了这门了。哟，速战速决。那既然姑娘这么有雅兴，那我秦某甘愿奉陪。不过呢，我要是赢了呢？你要是赢了，我就让宗主答应你一个要求，不过不能太过分。成交。检测到宿主与幽罗达成比试赌斗契约，违约者将受到惩罚。来战！身法诡异，但迷魂音效，士气攻防一体，主攻在右后方。破虚！眼力倒是不错，居然看破了我的幻影步。不过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操控幽冥之气如此娴熟，还能附魂其上，加强威慑。这丫头天赋不错，就是欠些火候。震！讨厌，你修炼的这是什么灵气啊？竟然能克制住我的幽冥法！不行，再来，让你看看本小姐真正的实力。幽冥赤力震山，以精血为引，召唤巨石，这说法有点意思。看来不动点真格的，还真以为这小丫头小瞧了。必须！鬼气！不要！哼，你个女人家家的，为何要摸我的手？我没有。姑娘承让了，这次可以带我去见你们宗门宗主了吧？刚刚是本小姐大意了，没有使出全力罢了。跟我来。不过
宗主见不见你，我可不敢保证。罗儿不得胡闹，带秦小友来幽冥殿。知道了，爹爹。秦副宗主啊，走吧，我带你进去。青云宗秦风拜见宗主，冒昧来访。感谢宗主拨冗相见。程涛的信物，多少年没见了，他既然派你前来，已经不是寻常的走动。坐。爹爹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……哎，莫宗主明鉴，齐某此次前来，是因为探查到了一桩关乎南疆乃至整个修真界安危的阴谋，需借幽冥宗之力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齐某前不久抓获到了一名名为尹先生的南疆邪修残魂，得知其背后血煞宗收集海量生灵怨念与纯净魂力，意图复活南疆上古魔尊血煞。血煞魔尊，上古血战崎岖被分镇5方，元神封印于幽冥血海之眼。血煞宗竟敢打他的主意，他们收集怨念魂力的途径为何？煽动仇杀，制造惨案，利用法器暗中提取负面情绪和魂魄的碎片。近日川阳方氏的惨案和青云宗附近几桩离魂阵背后皆有他们的影子。怪不得最近巡查弟子来报，说边界的村落怨气增重了不少，我还以为是寻常鬼在作祟。血煞宗本宗早已耳闻，此宗行事诡秘，手段歹毒，擅长控制人心和魂魄。若是真让他们成功唤醒血冥，那南疆必将成为一片血海炼狱。没错，所以秦某和长风主一致地认为此事必须阻止。可谁能想到，近日血煞宗潜伏甚深，所以先来请幽冥宗前来相助。哼，长涛真是会给我找麻烦。不过血煞宗所为搅乱阴阳，已经触及到了幽冥宗的底线，于公于私，幽冥宗不容坐视不理。秦小友，你想要本座如何帮？秦某初来南疆，人生地疏，只希望他们有大规模的行动，还希望幽冥宗一一告知啊。血煞宗行事隐秘，不过西南方300里外的天坑村，3个月前整村100余口一夜之间消失殆尽。你若有意，可前去查看。多谢宗主指点。切记，此宗手段诡秘，擅长隐匿与诱杀，务必小心。晚辈谨记。罗儿，爹爹，秦小友独自探访，诸多不便，且易惹人生疑。你既已与秦小友切磋过，便与他同去，从旁协助。我和他一起去查血煞宗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而且外面多危险啊！平日在宗门里嚷嚷着闷得慌，想出去历练，如今正事当前，却又退却了。方才与人动手时的那股胆气哪儿去了？这不是不太一样吗？再说了，他刚刚比武的时候赢了我，我跟他一起去，多没面子啊！秦小友的修为身心俱佳，长涛信得过，本座就信得过。你跟他去，既是历练，也是学习，此事关乎重大，不得任性。知道了，爹爹。如此便好，你们先下去准备，明日出发。本座会吩咐下去，给你们准备一些必要的物资和掩盖身份的凭信。记住，安全为上。收到消息立回，切勿贪功冒进。是。这村子阴气重得很，让人不舒服，连只野狗都没有，果然不对劲。
泥土里有血腥味。还有残留的邪力波动，看样子他们在这里举行过某种仪式。这是噬魂阵，专门用来对付凡人的。不过阵法布置得这么粗陋，看来布阵的人修为不怎么样。走，我们去这间房看看，兴许有什么线索。哟，没想到还有2条漏网的小鱼游出来了，正好祭坛还缺2活生。秦风，听见没？几个练气区的小杂鱼也敢打本小姐的主意，真是嫌命长。别急动手，他们既然在此埋伏，说明附近必有据点。假意反抗一下，然后失手被擒，让他们带我进去。还要陪他们演戏啊？顺水推舟，混进去看看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你们要做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将死之人何必多问？带走，要活的。哎呀！这是什么东西你们你们有毒！中了我的软金伞，淋漓至色了吗？带回去给执事大人，又是大功一件。你们敢碰我？知道我爹是谁吗？管你爹是谁，进了血煞宗祭坛，都是血神大人的祭品。带走，走！这演技也有点拙劣了，还好这血煞宗的人不聪明。有本事下次这种戏码你自己演，本小姐的手腕都被勒红了。阴气越来越浓了，看来快到了。总算能看看这群老鼠到底在搞什么鬼了。秦风，一会儿要是打起来了，那个摸我脸的混蛋留给我。行，快点儿，执事大人等不及了。血气充足，灵光内郁，不错，确实比那些凡人的魂血要强。时辰到了，快将他们带到血隐卫。是，执事。这什么破地方啊，阴森森的，还有股怪味儿。秦风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？我手腕痒啊。稍安勿躁，先看看他所谓时辰正好要做什么。中央那尊魔神像似乎在汲取那些村民散逸的魂力与气血。还真是，那些村民三魂七魄都快散完了，就算救下来也活不了啊！这些杂碎。血海无涯，魂归无主。以生灵之血为引，以万物之愿为心。恭请无主开启血魂之眼，接引无上魔气。他在用活人生计喂养那尊神佛像。不能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那些村民真的死透了。秦风，我数3下，一起动手。好，你左我右，先废执事，再清杂兵。注意那尊魔像可能有问题。不对，他们灵力并未封印，快控制住他们！断流，小辈敢耳！你不是出阶期修士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是你姑爷爷和姑奶奶，就你们这帮杂碎，也敢用血气？回答我的问题，这尊魔像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们吸收魂力与血气，最终送往何处？你们复活血煞魔尊进行到哪一步了？
原来是为了血煞大人而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不会以为来到这里还能活着出去吧？自残？这是在搞什么鬼？对，他可能在使用某种禁术，连通祭坛。以我之血换圣灵之魔，恭迎血神大人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难道是血煞宗的邪灵？恐怕是那魔尊吸收了足够的魂力血气，激活的战斗化身。小心，他气息很危险。血魂吞噬，长得丑还出来吓人，看本小姐撕碎你！破心！普通攻击效果不大，它的能量来源是来自祭坛的血气，必须破坏核心，又或者切断能量核心。说的倒是轻巧，这玩意儿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。血煞炼狱！好难受，我感觉我的魂魄像被抽走了一样。就是现在，他全力爆发，地下与核心的连接最为明显。断！不，血缘！总算是搞定了，这东西可真让人恶心，死了还弄出这么大的动静。这魔尊神像内部还藏有着微弱的印记和标记，还有传送灵力。下面有路，很可能通向血煞宗更重要的地方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要继续往下探？血神子被激活，这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血煞宗他们很有可能上层已经察觉，所以趁他们没有来查看之前，咱们顺藤摸瓜，或许能阻止他们复活血煞魔尊。听起来倒是比在这里收拾烂摊子有意思多了。走。我的天，这就是血煞魔尊，光是虚影就让我神魂发颤。他们在用活人的精血和自身的修为供养他，仪式已到最后阶段，魔尊虚影即将完全凝视，必须阻止他们。千年谋划，万魂供养。今日血海重开，魔尊降临，吾等卑微信徒终将见证我主再临世间。宗主，魔尊虚影已成9成，只差最后一步，便元神归位，魔体大成。好，我血煞宗将是这天地唯一的主宰。诸位，随我一同献上最后的忠诚，祝魔尊彻底归来。就是现在，幽罗，准备接应。长涛封主，助我一臂！正道的小虫子，终于找来了！你们来晚了，太晚了！仪式已成定局，就算我死，魔尊也必将复活。一无残躯，奉为血祭，恭迎吾主彻底苏醒。血海归来。
还是晚了一步。他真的活过来了。恭迎魔尊重临世间。我等信徒追随千年，终得圣剑灵光。我们愿随魔君血洗修仙界，重铸血海荣光。请魔尊下令，我等愿为你扫清前路，献上更多血尸魂祭。忠实的仆从。不过是养料鱼稍大一点的虫子。我们是最忠诚的。蝼蚁的忠诚，唯有化为养分，才有一丝价值。哦，还有2只特别的小虫子。走。跑不掉的秦风，这是血煞魔尊，万古凶魔。即使他刚刚苏醒，也是化神期的实力。你我就只是筑基期，化神炼气，万里一如咫尺。你我如何能逃？逃不掉吗？那便不逃了。我秦风可以输，可以死，但是绝对不会背对敌人，跪地求饶。说得对，本小姐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丢幽冥宗的脸。要是砍掉我们，也要割掉你几颗牙。有趣，挣扎吧，让本尊看看蝼蚁最后的姿态能有多好笑。检测到宿主生存概率低于0.001，已连接至天道意志。天道意志欲与宿主签订契约，临时赋予宿主化神实力。一炷香内击杀血煞魔尊，则化神修为将永久固化于你身。若时长耗尽未能击杀，天道将抹除你之存在，形神俱灭，真灵不存。请问宿主是否同意契约？神形俱灭又如何？我同意。契约成立。化神，秦风你。哦，天道的气息。往后退些，接下来轮到我的战斗了。血煞魔尊，你的末日到了，这一炷香我定会让你神形俱灭。魔头伏诛，速度尚可，力量太嫩。你这借来的化神究竟是何子个猖狂？血海吞天！秦风，小心！一剑破万法！怎么可能？本尊的血海本源之力，你的力量源于吞噬，来源于混乱，源于无序的欲望，而天道赐我之力乃规则之剑，邪不胜正，魔不压道，给我破！蝼蚁，你竟敢伤本尊圣体！看来你这上古魔尊也不过如此，杀你用不了一炷香的时间。好厉害，秦风，加油啊！不错，确实不错，能伤到初步复苏的本尊，你这虫子值得夸奖。难怪天道会选中你啊！热身该结束了啊，让你看看何为真正的魔宗之威。什么？你的力量？方才啊，不过是消化血石，活动筋骨。现在，本尊方才取回一丝真正本源，虽然远不及全盛的1/1000，但碾死你这个靠外力支撑的虫子，
足够了。秦风，这才是他真正的力量。寂灭，魔光，天道守护，当！秦风，看到了吗，虫子？在绝对的力量和位格差距面前，你借来的这点规则皮毛，不堪一击。蛮力对抗，必死无疑。那就用系统赋予我的规则，杀了他！还想垂死挣扎呀？血煞魔尊，你已吞噬生灵，此乃逆天之大罪。那么我秦风暂代此方天道规则之执剑人，现于你订立最终契约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契约？凭你也配与本尊定契约？契约内容于此天地，此刻你我之间，唯有一方才能生存。契约规则：此战你不得再依靠外界血气、魂力恢复己身。你之存在，这规则将你的本源绑定，魔纹碎，则你亡。这是什么？法髓？不，给本尊散开！感觉到了吗？这就是法则的枷锁，是你修炼的魔功本源，生死对决的契约。现在到我了。万魔俱灭，给我走！不，本源魔纹，这不可能！规则，你怎能真的定义规则，束缚本尊之？结束了。检测到契约目标血煞魔尊已彻底消亡，奖励永久化神期修为。秦风，你赢了，你终于赢了，你打败了血煞魔尊。赢了，修仙界太平了。